大家好，我是无心之人，很高兴您来到我的频道。叔本华说，人生就像一个钟摆，会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摇摆。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人就会感到痛苦；而当人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人又会觉得无聊。人如何才能从这种痛苦和无聊的轮回中解脱出来呢？我建议你读读《道德经》，读懂了《道德经》，此生可以活得逍遥自在。但是很多人呢，不会相信我说的很多人认为《道德经》只适合那些有闲情逸致对国学有兴趣爱好的人呢去研读去把玩而《道德经》呢对当今社会中的很多实际的问题并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例如，有的同学会问：我现在整天为生存到处奔波，烦恼接连不断，你告诉我，《道德经》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可以告诉你，《道德经》肯定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所以说你才会烦恼不断不能从中解脱。当你知道了人生存在的意义你起身呢就能活得逍遥自在。人一生应当为什么而活呢？很少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不管你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你的一生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例如，你现在是应当继续睡觉，还是应当起床上班？例如，你现在是选择去玩游戏，还是选择去学习？这些选择的背后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而很多人呢，第一个是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第二个人还有很多人呢，是凭感觉去作答当然也有一些人呢通过读书从前人那里获得知识来作答。人的一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呢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跟自己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已经奉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一段名言。我之所以引用这段名言，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肯定大概不了解保尔柯察金但是呢保尔柯察金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很多热血青年的偶像也曾经呢也是我人生的灯塔。但是呢苏格拉底说，不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我不知道保尔呢如果他能他能活到今天，他如果反省他的人生，他会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值得的吗？保尔的一生都献给了苏联的革命事业，但是今天苏联呢已经找不到了，早已经垮台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就说现在的俄罗斯保尔绝对想象不到今天的俄罗斯会和乌克兰发生战争以前俄罗斯和乌克兰那是一个战壕里面的兄弟所以说如果保尔呢能活到今天，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呢？人的一生应当为什么而活我这里呢就给大家一些
选项吧。你看看这里是否有您需要的答案啊？有的人的一生为了名利啊，有的人呢为了权利啊，有的人呢为了金钱，有的人呢是为了爱情，也有的人呢为了孩子、为父母啊，还有一些人呢啊为了兄弟啊，为了民族、为了国家，还有的人呢啊为了民主、为了自由。这么多个选项里边，有您的答案吗？我可以说，这么多个选项啊，从古到今，每一个选项都有无数人选择，并且呢为之呢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自己的一生。那这么多选项，那么这个答案是一个多选题呢，还是一个单选题呢？中国的古代圣人孟子说过：“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一直是中国几千年来中国人最高的精神追求。说到舍生取义我不由得就想起了梁山好汉梁山好汉我们大家都听过那首歌生死之交一碗酒，说走咱就走，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还有大秤分金银，好不快活，是吧？然而呢，我想问好汉们一个问题说到舍生取义，那么到底何为大义呢？梁山好汉们有可能会这样回答我：所谓的大义，就是忠君报国。那么说到忠君这个概念在今天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即使在梁山好汉的他们那个时期宋朝他们所忠的那个君也是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一的昏君，叫做宋徽宗。中国古代受到的最大的耻辱就是靖康之耻。梁山好汉呢也是因为忠君呢，最后搞的是一地鸡毛四分五裂兄弟相残。那么我们再来说说报国。说到报国不由得我想起爱国主义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是吧？端午节我们刚刚过大家刚吃完粽子，那么这个节日呢，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吃粽子也是呢这个缘由。当年秦国和楚国人这个两强相争然后呢打得不可开交，最后秦国呢把楚国灭了那么屈原呢为了报国投江屈原的这个精神呢确实是很伟大也一直呢被中国人作为爱国的这个标杆当年呢秦国人和楚国人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然而到了今天你再问问中国人你能分得清你是秦国人还是楚国人吗？如果屈原能活到今天他想报国有可能呢连国门都找不到那么我们再看看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你可曾想过50年前他们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而今天呢却成为了不共戴天的仇人。那么我想明天又会怎样？抱着崇高的理想舍生取义忠君报国的人你为此呢抛头颅洒热血你可曾想过如果有一天当你回首当你临终的时候当你回首往事，你会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呢？所以说人应当为什么而活？看来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但是呢，这个问题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知不知道，你此生呢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而且还很少有人知道你选择的答案的背后，你知道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人的一生。所以今天你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不要到临终的时候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是吧？此生终究错付了，是吧？然而呢，关于这个问题人类呢苦苦思索了几千年至今呢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呢，我要说一个有可能你不愿意知道的真相人生呢充满着各种物质和精神的骗局，大多数的人都会陷入这种骗局之中终究难逃错付此生。人，如果你真要识破这些人生中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骗局我建议你呢读读《道德经》因为《道德经》真正揭示了人为什么而活这个答案只是呢《道德经》呢深奥难懂能读懂它的人是少之又少。据说历史上第一位读懂《道德经》的人是庄子。庄子的一生那确实是活得逍遥自在，为此呢，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逍遥游》《逍遥游》这本书呢，很少有人读过甚至有的人呢还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但是呢，这本书呢对中国人的影响呢极其之深远如果你读过金庸的小说你就应当听过逍遥派，对不对在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中有一个住在缥缈峰上的逍遥派那样逍遥子天山童姥他们都是出自于逍遥派而金庸的这个灵感呢，就来自于逍遥游。最近有一首很火的歌周深的成名曲大鱼，而这首歌的灵感也来自于逍遥游庄子呢在逍遥游中这样说：水击3000里，扶摇而上者9万里，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其中说到的鲲化而为鸟之后为鹏这里的鲲指的就是大鱼。读懂《道德经》你可以像鲲鹏之那样遨游天地之间也可以像庄子那样一生活得逍遥自在。如果你确实读懂了《道德经》你应当知道我此言不虚《道德经》呢堪称是一本千古奇书我这里呢就来简单介绍一下它的神奇之处你有可能不知道，《道德经》呢各种译本的销量现在已经超过了圣经《道德经》呢已经荣登了世界图书销售榜的榜首。这其中呢还有一个译本呢还出自于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之手。据一家德国电视台的统计每4个德国家庭中就有一本《道德经》这个的普及率是远远超过它的本土中国外国人呢不仅研究《道德经》，而且呢还有很多人呢从中呢得到了启发悟出了人生的哲理甚至还悟出了科学的道理经济学的原理。我这并不是无稽之谈例如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波尔他就曾经在他的获奖感言中说我的量子互补性原理正是从太极图中得到了启发而且呢他还将太极图呢作为了他们家族的族徽。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新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哈耶克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通往无逆之路》这本书呢对我也影响深远。哈耶克曾经说，《道德经》中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就完美的阐述了他提出的自发次序理论我们所说的经济学中的自发次序理论也是后来大家大陆比较熟知的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学。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他受老子的影响巨大他曾经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做人呢就应当像道德经中所说的像水一样趁它的容器呢如果是方的那么水就变成方的，趁它的容器是圆的，水就变成圆的。而水这种呢水物互行的能力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也读道德经1943年美籍华裔的数学家陈省身去拜访爱因斯坦就亲眼看到了爱因斯坦的书架上有一本呢几乎翻烂的道德经。你会发现那么多国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都从道德经中得到了启发并且呢也证明了道德经在科学领域、经济学领域、哲学领域的正确性。道德经的神奇之处不仅仅于此。我来说说道德经呢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我们中国都说三教九流而我们所说的这个三教呢就是儒释道儒呢就指的是儒家学说，它的创始人呢是孔子那么释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他是佛教的创始人，而道指的是道教道教呢把老子呢尊为教主。关于儒释道的这个经典呢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仅仅是佛教佛经呢就多得数不胜数有可能呢你穷其一生呢你都读不完。而这么多的佛经佛祖呢为诸一字真言我们可以看到了佛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佛经呢第一句话就是如是我闻这句话呢的意思就是这确实是我听佛祖说的所以说所有的佛经都是佛祖的弟子在佛祖讲法的时候呢记录下来的并不是佛祖呢亲自写的而孔子提倡述而不作提倡复。孔子呢只是讲周代的五经经重新整理编辑而成论语也不是孔子亲著的论语呢也是孔子的弟子记载孔子的言行整理编辑而成的所以说呢在儒释道三教中，教主亲著的经书仅此一本《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老子传》中这样记载：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官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言《道德经》5000言而去。在列宣中记载老子西游，官令尹喜望见，有紫气佛冠，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矣这就是紫气东来的这个成语的出处这个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道德经确实是老子亲著第二个呢老子呢并没有弟子和传人道教呢也不是老子创立的。我们说世界上四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而基督教呢和伊斯兰教呢他们的是同宗同源他们都起源于犹太教，而他们的经书并不是上帝亲著的。而佛教我之前也说过了佛祖也为诸一字真言。所以说在四大宗教中教主亲著的经书
也仅此一本《道德经》。而且呢，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事啊，四大宗教啊起源于同一个时代。据传呢，老子呢只比释迦牟尼大5岁啊，比孔子大10几岁啊，而且呢，孔子和老子还见过面啊，孔子呢曾经呢请教过老子。可以说呢，他们呢是一个，可以说呢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啊，你会发现呢那个时代非常之神奇啊。后人呢把这个时代呢称之为轴心时代啊。关于轴心时代的神奇之处呢以后我有机会呢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所以说，《道德经》呢堪称是一本呢千古奇书。《道德经》不仅解答了人为什么而活的这个问题，而且呢它还包含了很多的科学的原理哲学的思想，对当今现实社会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完全呢可以作为我们现代人呢学习和奉行的入世哲学我认为呢这是一本呢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去研读的经典同样呢它也值得全世界的人类去研读的经典但是呢要读懂《道德经》却非常之难大家可以看看我另外的一个视频道德经》为什么深奥难懂解开3大疑惑，你会豁然开朗其中呢有讲解其中呢有讲到《道德经》难懂的3个原因。那么呢还有同学问我现在读《道德经》还来得及吗这里呢我要引用一句孔子的话，子曰呢，朝闻道，夕死足矣意思说呢，你早上能悟道晚上去死都知道。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任何时候呢读《道德经》都不晚但是呢要领悟《道德经》呢并不容易所以说呢，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道德经》中也这样说过：合抱之木，作于毫末，9层之台，起于垒土，100仞之高，始于足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下一节呢将讲解《道德经》中道是什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订阅关注一下。好的，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谢谢您的收看。